各位，我这感冒啊已经2-3周了啊，严重影响到我们王局派案的正常运营。说实在的，这病不大，但是纯粹是被日本的医疗体系给我耽误了啊。我2周之前到医院去看病啊，他当时给我查新冠呐，又是什么流感，一查不是，于是呢就给我开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什么止咳的呀、鼻塞的呀，就是不给开抗生素。其实我当时就怀疑我就是细菌性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嘛。结果呢，吃了几天的药，没什么效果。后来到上个礼拜，我一看啊，没什么效果。到星期5的时候，我又去医院了。我说：“你看我那鼻涕都是黄颜色的，显然是细菌性感染，赶紧给开抗生素吧。”后来呢，医生给我开了3天的抗生素。我从上个星期5吃，一直吃到这个上个星期天，吃了之后明显好多了。但是呢，药从昨天吃完了，我今天早上又去医院了。又给我开了几天的抗生素啊！如果要是1周之前就给我开抗生素的话，我估计我现在早好了。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语音，包括这鼻音状态啊，还是病中，所以今天算是挣扎着到公司啊，继续来录节目啊。今天我们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国内中共正在开两会嘛，橡皮图章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北京一起来吃几顿，然后表决的时候赶紧表决一些赞成票，然后呢重大的政策方案就算通过了啊。今年两会呢，在宏观上有2个话题啊，国内外媒体比较关注。一个呢就是经济增速从过去的5%降到了4.5%，说今年的经济增速啊是4.5到5之间，一下子下降10%啊，是吧？所以有人就说，你看中共经济不行了啊。另外一个呢，就通过了“15+5”的规划，这2个都是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蓝图啊。一般来说，中国的人大代表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人家给你发“15+5”规划，你看看，表决的时候你赶紧投赞成票就行了。所以在中国当人大代表啊，有一个经验，就是你千万不能把自己当做人大代表，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当做最高立法机关，你就把自己当做一个高级看客就行了。让你表决的时候，你就表决一下，赞成一下。那申纪兰当了8届人大代表，自己都说了吗？他说我当8届人大代表有一个经验呢，就是我全都投赞成票，因为这件事情都是党和国家都决定好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代表，我们能提什么意见呢？全都赞成。所以你看，他当了8届。您这是任届最长的人大代表啊，然后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吧，就要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代表就要给人民办事，才能当人民代表。您觉得您就是在平常有跟选民有这个交流吗？就是选举的时候有跟选民有交流吗？我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你不选你就不要去找。比较危险的就是那些真的把自己当成人大代表的，真的以为自己是最高权力机关的，那这种人呢，没什么好下场。你这一次表现比较出风头，下一届可能就不让你来了啊。但是呢，你毕竟全国两会名义上是全国人大代表啊，所以中国的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啊，他往往会对哪些话题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呢？就是涉及到一些民生话题。宏观的都交给党和政府了嘛，这经济增速变成4.5了，“15+5”发展纲要，那他们没有资格发言。但是在民生的那些领域呢，人大代表有那么一点缝，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你就比如说今年的两会期间，有一个来自辽宁的村的党委书记，还不是乡镇党委书记，这个人叫童亮。童亮他就说啊，每个月200块钱，这个不足以支撑我们这个农民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农民的合作医疗啊，就是医疗保险，每年是在不断的这个上涨，然后呢，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负担稍微重了一些，看国家能不能充分考虑一下，适当的降低一下我们农民医疗的和看病的这些负担。他接受这个采访之后呢，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那申纪兰现在已经死了，全国人大代表里头啊，来自于农村的代表屈指可数啊，大家逮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原先大寨的党委书记郭凤莲。大家就问他，这郭凤莲边走路边说：“城市里边的居民吧，人家还有那个养老金还比较高一点。
农村的现在很低，200块钱，而且还自己先出一部分。这样就是对农民有点太亏了吧？你想想，人家城镇职工都有退休金，农民你只拿200块钱，那不是太亏了吗？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郭凤莲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的那种神情还挺紧张的，他不太敢站在那个地方接受记者采访，边走边说。这大寨当然都知道啊，当年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树立的一个典型嘛。那大寨的党委书记陈永贵，那农民是文盲，后来当了国务院的副总理，然后他的下一任的党委书记就是郭凤莲。所以郭凤莲后来文革结束之后呢，那当然跟着陈永贵一起也都倒了霉了啊。那这些年，郭凤莲又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算是来自于农村的人大代表。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他小心翼翼地提出来啊，农民退休金200块钱的问题。这农民退休金200块钱啊，这是有事实依据的啊。我看了一个官方的数字，就是中国现在的农民新农保啊，它的平均数字是多少呢？是287块钱。这287块钱啊，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数据，不是，它是个平均数据。这个平均数据里的全国各地差别非常大。你比如说上海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拿到了1555块钱，那挺高的了啊。北京是998块钱，那这个也相当不错了啊。但是到了甘肃呢，甘肃就只有249块钱了，全国平均是287块钱。这287块钱啊，确实不足以支持啊农民的退休生活。为什么呢？按照中共自己公布的农村的最低保障标准是594块钱，也就是说，你一个农民在中国的农村，每个月养生活最低的生活保障线是594块钱。那你想想，你现在的287块钱，距离这个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那还中间还差好几百块呢，你还不到农村的低保水平呢。那你说，如果靠退休金来支持农民的晚年生活，那确实完全不够啊。那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造成了农村广大的老年人养老的困局。这个养老的困局，我看过一篇学术论文，它讲到了，在中国农村的养老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越老越贫困，就是年纪越大越贫困。60岁你可能还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啊，还有基本的工作能力啊，还可以自己打打短工啊。但是到了70岁，到是80岁，基本上越老越贫困。第二，女性比男性更加贫困。为什么呢？因为在农村的社会结构里头，男性是往往在家里头掌握了财政大权，那么那个女性呢，往往没有财政的权利啊，所以一旦要是失独了、失孤了，老伴去世了，靠自己子女来养活他，晚年的情况就更悲惨了。大家都知道啊，在中国社会里面养儿防老啊，但是中国现在的农村的社会结构啊，已经被冲破了，核心家庭解体了，宗族社会解体了。所以啊，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养老再靠养儿防老已经不可靠了，所以导致中国农村的养老困局啊，就是我说的这样一种非常严峻的局面。大家还记得胡晨峰一开始出圈的那期节目了吗？不就是他在四川成都看到了一个老奶奶到超市想买东西。你现在有收入吗？我的收入都没得，我78了，没有养老金吗？没得。那孩子现在做什么的？儿子凌晨是他有2个儿子，还在读书，有利钱。那你平时花钱怎么办呢？花钱就是我家找他。然后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您那之前给别人干家务那整才300块钱一月。很多人看惯了中国现在啊城市里的流光溢彩，城市本身建设的美轮美奂，但殊不知在中国的农村还有1.8亿人每个月平均只拿280块钱的退休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过得到底怎么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啊，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两会代表就提出来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农民的退休金提到500块钱，甚至有人提出来提到1000块钱。可现实的结果呢？3月5号，李强总理搞这记者招待会，2026年
农民的养老金涨了。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涨20块钱，从143块钱涨到163块钱。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那么我今天就想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农民的养老金呢，有没有可能涨到500块钱？为什么涨不到500块钱？那么这里头背后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新农保产生的背景。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民啊，长期以来啊，实际上是被这个社会忽视的。在中国，农民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个身份。从毛泽东建立起来所谓的新中国之后，他就把这个人群分为了3、6、9等。在这3、6、9等里头，最低一等的其实就是农民。农民你没有权利到城市里务工，没有权利获得退休金，所以农民退休只能靠自己养老。当然几千年来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共产党不是号称自己代表着工能阶级的先锋队吗？实际上他是只管工人不管农民的。那么时间到了2009年，胡温时代啊，第一次提出来的新农保。这新农保呢，就是中央财政啊出55块钱给农民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养老金。这个55块钱是普惠的，你只要年满60岁，每个月都可以领55块钱。然后呢，就仿照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体系呢，也建立个人账户。这个个人账户呢，就分为10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400块钱、500块钱5档。然后根据每档你一年交纳这么多保费啊，然后呢，地方政府呢给你补贴，最低补贴每人30块钱每个月。这样的话，你的个人账户积累啊，积累完了之后，你个人账户的钱呢，到你退休60岁的时候呢，除以139个月，就是每个月个人账户的钱，再加上政府给你发的这55块钱，就是农民的养老金。这是200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养老金体系呢，建立以后，农民不就有养老金吗？但是它的增幅特别低。从2009年，这个政府呢，基本的养老金是55块钱啊，那么一直到2015年涨到70块钱，这中间是6年的时间，一共只涨了15块。你想想，这同期啊，那城镇职工涨了多少？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涨了多少？那都不用我比较啊，我估计连零头都算不上啊。然后到了2018年涨到88块钱，到了2023年涨到103块钱。那么从2023年以后呢，开始加速了，平均每年涨20块钱。2024年和2025年分别涨了20块钱，涨到了143块钱。到了今年3月5号，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又说了，2026年再涨20块钱，涨到163块钱。那么除了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以外呢，那个人养老金这部分呢，全国各地啊，它也有一些变化。过去不是100到500分为5档吗？现在很多地方呢，5档的比例啊，就差别很大的，最高的一年内可以交1万块钱的都有了啊。但是它基本上是形成了这么一个全国性的格局。这是中国的新农保体系啊建立过程中间啊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新农保建立起来之后呢，全国的这养老保险就分为3大块。第一大块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大家都知道那是最有特权的啊。现在领养老金的大概是2300万人。第二块呢是城市职工养老保险，这一块呢基本上是靠城市职工自我积累完成的这一个保险啊。第3大块就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现在领养老金的是1.8亿，而这个城镇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呢是1.2亿，全国一共加起来大概是3.3亿人在领养老金。那么在这个3块养老保险里面啊，这里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第2块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里头啊，它基本上是靠自我积累。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工作的话啊，你自己交8%，然后呢，你自己工作的单位给你交16%，一共24%，就进行了一个养老保险的基金账户的积累。但是在另外2块，一个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个是城乡居民的这2块啊，它不是通过自我积累完成的，它是通过国家福利制度完成的，它都带有非常鲜明的福利色彩。首先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这一块，我不是讲了吗？一共只有2300万人在领这个保险金，
这个部分的保险金啊，虽然名义上它已经跟现在城镇职工并轨了，但是并轨的过程中间啊，实际上它耍了一个花招。虽然有一个基础保险金，同时呢又搞了一个年金制度。这个年金的制度通过大量的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使得所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这些退休人员，他的退休金跟过去的领退休金的比起来没有任何下降，相反还有增加。它的替代率是多少呢？是80%到100%之间。所谓100%，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行政级别以后，你退休之后的工资是不降的，大概就是领原先的退休工资，知道吧？或者说你参加工作年限，你比如说你是在建国以前参加工作的，那么你的退休金也是100%领取的啊。然后每年的增幅还比较高，这个80%以上的替代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高的了，你都找不到。一般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也就是40%到50%，但是在中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一块是80%到100%。那么最低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它也是主要靠国家的财政来支持。你就比如说2025年，整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金这一块蛋糕就是7000多亿，这7000多亿里头有4000多亿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支持，所以它主要是靠政府的福利这一块，但是它是一个低水平的福利。这里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3块保险里面啊，每一块都有每年国家的财政的补贴。2023年国家机关事业养老保险里的补贴是多少钱呢？是补贴了5991亿，一共给2300万人补贴了5991亿。城乡职工养老保险呢，补贴数额是7731亿。那么城乡居民补贴多少钱呢？是补贴了3789亿。但是你看一下人口比例啊，在城乡居民里头是1.8亿啊，城市职工里头是1.2亿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只有2300万呢。那这里头城镇职工的人均补贴比例大概是3825块钱，而城乡居民的人均补贴比例是246块钱。那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那就更多了啊，这个补贴比例相差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达到17:1，就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每人每年获得的国家财政的补贴是城乡居民的17倍。到了2024年，这个补贴的差距继续在扩大。2024年里面呢，城乡居民的补贴是4345亿，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的补贴呢是8066亿，机关事业单位的补贴呢是6439亿。其实我看了一下啊，财政部的那个数据，一开始做预算的时候做了7100亿，最后决算的时候还省下来了700亿。你可以看给这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啊提供了多好的一个条件，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不公平啊！你想想，你同样是财政补贴，你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补贴是城乡居民补贴的17倍，这道理何在呢？如果你要是同样拿财政补贴，每年就是这个2万亿，那你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普惠啊，大家应该同样的补贴啊，按人头补啊，是吧？所以其实在中国，农民本身拿这么多的养老金，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再分配过程中间的不公平的机制导致的。说到这个再分配机制的不公平，我这里还要给大家讲一个道理。很多人都讲说，农民啊之所以没有领养老金，是因为你没有自我积累嘛。城镇职工是因为在工作期间我交了养老保险，我交了20年，交了30年，然后再领了退休金。这里头就有一个误解了啊，有个历史欠账问题。在中国的农村呢，农民历史上实际上他是国家的雇员。你别看他是农民啊，你就比如说历史上我们兴修水利、修公路，那当年河南修那红旗渠，那不都是让农民出义务工吗？农民实际上上义务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就跟古代的徭役是一样的。那你政府让人去工作，那你给人交保险了吗？没有吗？但是你国家让人农民出义务工干这件事情，本身你不应该承担保险责任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基层农村实行的是自治制度，村一级啊。那么这个村一级的所谓的自治制度，
它使得农村的所有公共服务全部都来自于农民自己出资出钱，就是所谓的三提五统。除了农业税以外，什么村体筹、乡统筹，就比如说农村的那个学校里的教师的工资，农民出；村委会这些委员这些人的工资都是你农民出；村里头治安那些警察，包括那些支出也都是农民自己支出。所谓的三提五统就都是来自于农民。大概在2000年前啊，当年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拍那些非常激烈的冲突，农村的都源于这些三提五统从非常贫困的农民手里头去拿钱所导致的尖锐的矛盾。按道理来讲，你这部分的钱就是应该国家税收去支持，因为你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来自于国家税收嘛。你为什么在最贫困的农村地区让农民自己来完成呢？这本来是一个国家责任和国家义务，全部转嫁给了农民，你又不允许农民到城市里去打工、居住、生活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欠账。你政府本身当时通过盘剥农民，在农村完成了公共治理，那么这部分你现在不得要偿还历史欠账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查一下，现在记性不好了。第三个方面，既然说到没有缴费，大家还记得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也没有缴费啊。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啊，我在高校当老师，那么我在高校当老师，后来我们到了中央电视台，不是搞成这个社会保险了吗？我就到原先的单位开了一个证明，叫视同缴费。视同缴费的意思就是说，你过去虽然没有交养老保险，但是国家承认你的养老保险的年限，就这个年限国家承认了，那么这个年限相当于已经缴纳了。那么为什么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可以视同缴费就领取养老金，而农民没有交纳保险就没有视同缴费这一说呢？这也不公平啊。按道理来讲，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视同缴费了，农民也应该视同缴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吧，所谓的农民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就没有权利领养老金，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更何况啊，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各个国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农民的养老保险基本都是由政府承担大部分。你就比如说中国的台湾，是吧？台湾那地方有老农津贴啊，老农津贴现在我看它最高的数字已经超过1万台币了啊。那么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不要求农民交纳任何保险的，就给你直接发放的钱。当然它有一个排付条款啊，就是说你的收入到一定程度就不给你发了。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国家普惠制的养老保险。为什么说是普惠制的？就是你的钱来自于公共财政嘛。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中国现在对3大保险体系中间的每年的补贴额度将近2万亿人民币。这2万亿人民币里头，因为这个国家事业单位里头拿了大头，农民拿了小头，所以导致农民现在一个月只能拿200块钱，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很多人可以一个月拿到8000、1万块钱。如果我们把这部分的钱变成普惠的，按照人头去补发，有人计算了，农民现在的养老金直接就可以达到一个月560块钱左右。那这才符合公平原则。既然你从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给全国人民普发养老金，那为什么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些人明明已经很有钱了，他还可以拿这么高的养老金，而农民明明没有钱，他们却可以拿这么低的养老金呢？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这么一个养老体系。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中国，农民之所以拿不到500块钱的养老金，不是国家财政负担不起，而是因为在再分配过程中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配不公的体制所导致的。那么从现在来看啊，那你说每年增加20块钱的农民的养老金，到底这实际上是一个德政呢，还是农民的利益继续被忽视呢？那我的结论就是，实际上每年给农民加20块钱，是农民的利益继续被忽视的一个巨大的政绩，它不是任何的德政。在这个基础上啊，很多学者啊，也包括人大代表的呼吁，尽可能的快的时间内把农民的养老金呢提高到500块钱。所以在实际当中，我接触到的
我看到的，我体会到的，就是那部分老人应该给点回报。真正的农村老人，他能不能每个月给上个500块钱？那么一年呢，大概就是个6000块钱。那使老人呢能够过一个好的光景，让他们也感到了我们国家的发展，也感到我们国家的温暖，也感到我们的生活的幸福。那么这里头有几条改革路径，最理想的改革路径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拉平所有的公共财政补贴的数额，就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和城镇职工的，也包括农民的，大家普惠的享用来自于财政的这样的一个养老金，这样农民就直接达到560块钱了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可能低一点，就是降低一点工资，但问题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80%以上的替代率实在是太高了，太不公平了，本身就应该降啊。那企业职工这一块40%到50%的这个替代率啊，我觉得暂时可以不用降啊。但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你现在一年差不多6000多亿啊，你这6000多亿补贴给农民，我算了一下，农民这一块现在也可以达到人均一个月500块了。也就是说，哪怕是城镇职工的这个补贴不动的情况下，只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这一部分的6400亿补贴给农民，那农民的这个基础养老金也可以直接升到500块，这是最好的方案。其次就是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啊不动，城镇职工的也不动，单独给农民这个地方加养老金。如果加到500块，我们算了一下，它一年呢需要增加7295亿人民币。这7295亿人民币占我们国家现在公共财政的比例是多少呢？我们国家现在一年的公共财政的支出是28万亿，那么这7295亿占到整个公共财政的2.5%，这个数额不低，大概相当于我们军费的1/2吧，是吧？就少造2艘航母就出来了。当然很多人不同意啊。问题是，其实就是这7295亿，如果分阶段来实施的话，我个人认为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并不是完全实现不了。比如说有些学者已经是说了，把那个国有股啊，那个股权的划分，就是那个股权更进一步的划分到养老保险体系里头去，直接补贴给城乡居民。还有你比如说有人建议把烟草税收中间拿出一个固定的比例，直接补贴给现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每年提100块钱的方式，用3到5年的时间里头提高到500块，完全做得到。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农民呢，因为他是这个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你每给他发1块钱，有人算了啊，他基本上会花掉0.8到0.9块钱。为什么？因为这1块钱你发给他之后，因为他特别穷，他肯定要消费啊，完成最基本的消费啊。那么最后所形成的乘数效应，每给农民发1块钱，在这个社会中间会达到1.4块钱。大家都知道这2年啊，本身都说拉动内需嘛，中国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只有40%啊，长期以来内需不足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给农民发7000亿，那么你可以创造的乘数效应就超过了1万亿。那这件事情是利国利民呐。那农民手上有了钱，500块钱达到了一个低保的水平，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又拉动了内需嘛，这是一个方案。另外，我看人大代表有的人又提了另外一个方案，那个方案呢，就相对来说更谨慎、更保守一些。就是说，现在60岁以上的人啊，我们还维持基本不变，你还是每年你往上涨一点啊，就是20块钱的涨。但是70岁以上的，我们可以先提到500块钱，因为70岁以上的老人呢，人口数量有限，他们呢贫困程度更高，这钱对他们来说更属于救命钱。但是如果实行这个方案的话，每年增加的财政支出只有2300亿，这2300亿对整个28万亿的总支出的盘子来讲，你是冲击就更低了嘛？每年的增加的这个数额还不到1%，就大概只有0.7%左右。那么问题是啊，中国的农民在中国的人大代表中间，它是形成不了利益格局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利益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间是没有利益代言人的。所以啊，
其实充其量就是有一些人大代表啊，给他们简单的呼吁一下，但他们究竟能不能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中间，完全是靠我们的执政者啊那心中起心动念的那一刹那。1.8亿的农民，他们的贫困究竟有多少人在意呢？有多少中国农民的老年人是在贫困交加的过程中间离开了人世呢？中国现在号称已经是一个初等发达国家了，不再过去是那一个贫困的国家了。但是有这么大一个群体在老年中间仍然深陷贫困之中，你能说自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吗？所以啊，我也希望李强总理啊，你们在做完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王巨派案，看看我们王巨派案所讲述的这些数字。如果你们真的是以人为本，你们真的是在意中国最穷困的群体，我希望啊，中国政府啊，尽早的能够把农民的养老金啊提高到人均500块钱的这个水平。好了，我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各位。给你2块可以不？啊，给2块。所以在实际当中，我接触到的，我看到的，我体会到的，就是那部分老人应该给点回报。真正的农村老人，他能不能每个月给上个500块钱？那么1年呢，大概就是个6000块钱，那使老人呢能够过一个好的光景，让他们也感到了我们国家的发展，也感到我们国家的温暖，也感到我们的生活的幸福。